哲学爽歪歪，吼力松歪歪，每集为你介绍一位哲学思想家。这个系列总算要重新开张了。上一集我们介绍了柏拉图，那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古希腊的百科全书式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出生在希腊殖民地的马其顿人，不是雅典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其实没有拿到雅典的公民权，这让他可以从外邦人的角度来思考政治哲学。他17岁到柏拉图的雅典学院求学20年。柏拉图死后，雅典学院被柏拉图的侄子给把持，亚里士多德没有继承掌门人，于是失望之下离开雅典，到各地小岛研究动物学跟植物学。40岁时，被马其顿国王菲利普2世邀请当国师，给亚历山大帝做哲学教育，这让亚里士多德实现了柏拉图的理想。柏拉图认为要打造理想国，要么让哲学家当皇帝，或是教皇帝懂哲学。后来亚里士多德再回到雅典，创办了自己的学院 Lyceum， 当今法文里面还保有这个字，法文的高中就叫 Lycée。 那亚里士多德在学院里讲什么样的哲学呢？亚里士多德认为，人跟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类的小孩从童年开始就有一种好奇的欲望。你家的狗跟猫不会困惑自然界的变化，但人类却会想知道自然现象背后的原理。而且当人类研究万物时，发现世界背后竟然的确有一套道理给人类认识。所以人跟世界有一种很奇妙的关系，人对世界提出好奇，而世界也对人类提供答案，仿佛人跟世界是为彼此而生的。而好奇的欲望就是连接人类跟世界的桥梁。那什么时候人的好奇心会被激发出来呢？在他观察到自然界发生变化时，例如古希腊人很好奇，为什么你把树木放到地里种会长出一棵树，但是你把床放到地里种不会长出一张床？明明床也是木质的啊。这代表自然物跟人造物有一个区别，自然界的动植物本身就具有变化的原理，一颗种子变成一棵植物是内在就具有成长的力量，这种有机体的运动原理就被亚里士多德定义为自然。所以我们可以说，成为一个男人就是小男孩的自然。但是人造物必须由人类赋予变化的原理，例如人可以把木材变成一张床，但是木头怎么变成一张床的？当然是工匠脑子里先有床的形式，然后去改造木头。所以人造物的变化原理是来自人脑中的形式。在这个划分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就要开始解释所有世间万物的变化。他认为这都可以用一套理论来解答，叫做四因说。当我们的好奇心被激发，问说为什么会这样时，亚里士多德认为有4种回答方式。例如我们问为什么房子存在，房子要存在一定要有建材，亚里士多德称为质料因。但是建材不会自动变成房子，一定要先有房子的蓝图形式、室内设计，这叫做形式因。但是有建材跟形式，房子也不会自己造出来，你还需要建筑师、工匠，这些人提供动力，所以被称作动力因。但是把房子盖出来也还是没解释为什么要有这栋房子，所以还需要有一个目的因，说明这栋房子存在的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万事万物的生成都同时具有这4个原因，缺一不可。所以要搞懂世界运作的方式，就必须厘清我们在讲原因的时候，到底是在讲这4种原因的哪一种。17世纪科学革命后，西方科学试图用质料因来解释一切，认为万物都是原子组成的，在做实验把原子分解成更小的基本粒子，认为这样就掌握了事物组成的原因。但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只有质料因是不足以解释世界的。因为如果万物都可以被还原成原子，那为何有些原子会发展成动物的血肉器官，有些原子却变成人类的血肉器官？必然是有一股力量让原子组织成不同的形式，才导致动物跟人类的生命构造有所区别。这股力量就是形式因。亚里士多德认为形式因是4因里面最重要的，因为它体现了一个事物的本质。古希腊文里叫做 logos，logos 可以翻译成言说、原理，其实有点类似中文的道理，因为中文里道也有言说的意思。形式因就是一个事物的 logos， 如果没有按照一个事物的 logos 发展，这个事物就不会成为它自己。例如意大利面的 logos 是源自厨师的知识，记录在食谱里，
当厨师准备好原料时，只有质料因，还需要按照食谱赋予这些原料一个秩序，让它们变成意大利面的形式。如果你没有按部就班照食谱做，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变得跟屎一样。No, don't. 哎呀！当然，形式也需要仰赖质料，例如海豚的形式就不能用人的质料来实现。南丰公园里有一集就是动手术，想要把自己变成一只海豚。All I did is change my appearance to look the way I felt here. 当然，结果就失败了，因为海豚的形式只能靠海豚的质料来实现，人不能变成一只海豚。但是形式还是比质料更重要，因为质料有生有灭，但是形式可以永恒。没有一个个体可以永垂不朽，每一代都会死亡。但有一个东西可以一直传下去，就是物种的形式。人类已经存活数万年，没有人可以不死。人的质料一直在经历死亡，但是人类的形式却保住了。所以真正不朽的其实是形式。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动植物会繁殖，因为要把形式延续给下一代。对形式的重视也影响了亚里士多德对社会分工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建筑师比较重要，建筑工人奴隶则是次要，因为建筑师是掌握形式的人，但是工人奴隶只负责处理质料。建筑师学的知识不是钢筋水泥，而是建筑的形式结构。也正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的学科划分开始有高低之分，知识学门比技术学门更高级，因为形式比质料更高级。同时，形式不只体现出一个事物的 logos， 它还带动有机体发展成它自己。例如一颗种子努力发展成一棵大树，只有当它发育成熟变成一棵树的时候，它才真正展现出这个物种的形式。所以可以说，形式其实也是引起变化的原因，也就是动力因。这里我们要先澄清一个观念，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变化，其实已经受到哲学家 David Hume 的影响。我们都以为事情产生变化是因为之前发生了某个事件，所以某个事件就是动力的来源。这种因果观有一个问题，历史上发生那么多事件，你要怎么去追溯哪个才是前因后果？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对，世界上只存在一个事件，就是变化。真正的问题是，这个变化是为了实现什么形式？例如一栋房子的形式要能够实现，必须要有建筑师当作动力因，砖块当作质料因。但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情况，建筑师心里有蓝图，但是从来不曾实现，砖块也不曾派上用场。这种情况下，亚里士多德就会说，建筑师跟砖块双方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潜能，而所谓的变化就是潜能的实现。当建筑师变成正在盖房子的建筑师时，当砖块变成被拿去盖房子的砖块时，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房子的形式从潜能变成实现。所以并不是发生了很多事件，这里只有一个事件在发生，就是房子的形式实现了。所以更确切的说，动力因的原理依旧是形式因，只是透过人为中介。例如老师在教学生时，老师就是动力因，老师所拥有的知识是形式，学生的灵魂就像是质料一样，老师用知识去改造学生的灵魂。所以教育的重点不在老师身上，而是学生吸收的那些知识。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因 telos。 亚里士多德认为目的因会决定形式的发展。要理解一个事物存在的目的，可以去研究它发展到最成熟最完整的形式，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之前必须经历不同的阶段。例如为什么房子的结构地基是用水泥，屋顶是用木头，这不能用质料来解答，不是因为水泥比较重所以在下面，木头比较轻所以在上面，而是因为人要住在房子里就必须有安全的地基，所以是要让人住的安全这个目的决定了房子的形式。亚里士多德认为不止人造物如此，自然界也有目的因，自然万物的存在都朝某个目的发展。最直观的看，地球上不管任何地方的植物都会往同一个方向生长，就是有阳光的地方。或是人这个物种有一个特点是其他灵长类没有的，就是人的大拇指可以轻松碰到其他手指，让人可以轻松掌握工具，这叫做对伸拇指。问题来了，要如何解释这个人类的特殊形式？当代的生物学家从演化论观点解释，认为这是因为灵长类的手需要适应爬树的环境，而人类的手演化成用来创造工具，改造生存环境。但是亚里士多德不讲演化论，而讲目的论。
自然赋予人类双手是为了搭配人类的理性，因为手是实践人类理性能力的关键。人天生就有理性，可以构想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再透过双手制造工具，实践自己的理性方案。所以人性就是理性加创造力的双手。你不会看到鱼类、鸟类长出手，因为它们没有理性，自然也不需要一双手。但是人有理性，如果自然本身也是理性的，它就应该赋予人类双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不理性的自然，它赋予人类理性，但却不给人类双手来实现自己的 idea。这样的人等于是残废的，无法实践自己的人性。这种世界就是不理性的，因为它创造了自相矛盾的两个东西。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是不理性的，因为资本主义一方面希望效率最大化，但另一方面又剥夺劳工的生产工具，让劳工不能真的实现最大效率。马克思在这点上就是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认为要打造一个理性的社会，才能跟理性的人性相符。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完整的人类形式就必须有理性跟实践理性的手。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如果有位科学家终其一生只研究人类的儿童，他不知道原来儿童可以成为有理性能力的大人，以为人类永远是儿童的形式。这样一来，这位科学家对人性的定义就一定不正确，因为他遗漏了目的因，必须观察发育完整的人，才能真正找到人的定义。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目的因对哲学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用结果来解释事情的本质，而不是用起源。真理不是藏在起源里，而是在结果里。所以黑格尔说，哲学的本质就是回溯，整个人类历史就像是从小孩转变成大人的过程。哲学的任务就是去解答人类过去几千年发展到今天的意义何在。但是当代科学已经遗忘了目的因，不再相信自然的发展有一个目的，认为一切都是适应环境的演化而已。当今社会许多人类活动的目的因甚至扭曲了。厨师为什么要做饭？应该是为了让人吃了满足。建筑师为什么盖房子？应该是为了让人住得舒适。老师为什么要教学？应该是为了让学生得到更多知识。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厨师做菜不是为了让人满足，而是为了赚更多钱，所以食物里偷工减料，造成食安问题。建商盖房子不是为了给人住，而是为了炒房，所以盖了一堆房子，结果都是空屋。老师教学不是为了满足学生的求知欲，而是为了帮补习班、帮学校拼升学率。我们就会发现，当代社会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因为遗忘了目的因。提出四因说这套理论后，现在亚里士多德要再来挑战一个难题。古希腊人很困惑，为什么我们吃面包却会长出人肉？人肉怎么可以来自一个不是人肉的东西？这背后的哲学意涵是，变化到底如何可能？这个难题其实有一个更强大的论述，来自哲学家巴门尼德斯。他说，变化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东西要存在，要么无中生有，要么有中生有。如果是第一种情况，一开始就是空无一物，那就不可能无中生有。如果是第二种情况，一开始就有某物存在，那就没有生成的问题啦。所以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变化都是假象，假的。亚里士多德如何破解巴门尼德斯的难题呢？他说，假设有一个不懂音乐的人，跟老师学乐理之后懂乐理了，这是一种无中生有吗？不对，即便是不懂音乐的人，也具有学音乐的潜能。这个潜能一直都存在，只是你观察不到而已。老师并非无中生有，创造出一个懂音乐的人，而是把音乐的潜力从这个人身上实现出来。表面上看起来不存在的东西，其实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同样的，所有人一开始都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父亲提供精子，母亲提供子宫，生下你的胚胎。但是在法律上，你还不算是一个人。那母亲的肚子里怎么会原本不存在一个人，突然变成存在一个人？因为人是以潜在的方式慢慢发展成胚胎，再实现成为人。变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变化发生之前，人的形式已经存在了。亚里士多德做出这个潜在实现的区分非常有用。例如在职场上，公司不看好你，认为你没有能力，但是你是真的没有能力，还是其实有潜力，但是没有机会实现？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环境也必须提供机会诱因来实现员工的潜能。就像需要老师的指引，
学生的潜能才会被激发出来，需要建筑师提供动力，木头才会变成房子。这里就展现出亚里士多德跟他的老师柏拉图非常不一样。柏拉图认为理型是事先存在永恒的世界，一直都在那边，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理型要慢慢发展实现出来，而且这个变化不会自动发生，需要一个推动者来开启这个变化。这套潜能理论后来又影响了黑格尔跟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说，如果一个铁轨被建造出来，却没有火车行驶，那顶多是一个潜在的铁轨，而没有实现它真正的功能。同样的，资本主义生产一堆商品，却又给劳工低薪，让他们买不起商品，导致许多商品卖不出去，只是潜在的商品，这样就无法实现商品的价值，资方也就无法得到利润，最终可能导致市场崩盘、经济危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自我矛盾。同样的，台湾建商盖了一堆房子，但是没有人买得起。房子应该是拿来住的，这才是房子的自然。但是这些空屋却没有实现自己的潜能，所以马克思就会说资本主义违反了自然。另一位哲学家黑格尔则是发展出了主奴辩证来批判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社会里，哲学家都是奴隶主，他们不需要花时间工作，有闲暇可以构思哲学，实现人的理性能力。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数学之所以起源于埃及，是因为古埃及祭司有闲暇时间，奴隶主过的生活看起来更好，可以满足人性中的求知欲。但是黑格尔说，恰好相反，主人不需要工作，灵魂中的潜能就永远受到阻碍，因为他们只会纸上谈兵，告诉大家潜能的哲学。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做的事情。主人只会出一张嘴，相比之下，因为奴隶都在劳动，他们反而可以实现灵魂里的潜能，在盖房子的过程中，把房子的理型打造出来。所以原本看似主人在奴役奴隶，但其实没有奴隶的存在，主人什么也不是。这就是黑格尔的主奴辩证，灵感就是源自于亚里士多德的潜能哲学。最后我们要进到亚里士多德哲学最难的部分——形上学。什么是形上学呢？形上学其实是在神话跟科学之后的学问。古希腊人研究自然现象时，喜欢问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例如，打雷的原因是什么？神话时代的解释是，打雷是因为宙斯在生气，所以不同的自然现象可以用不同的奥林帕斯诸神来解释。但是第一批哲学家出现后，开始发现自然界有规律，打雷总是伴随着闪电，所以设想出一个理论，打雷闪电是云在大气层中摩擦着火的结果。人们不再用诸神来解释变化，而是用一个简单的原理来解释变化，这就是科学思维的开始，用一来解释多，而不是用多来解释多。但是亚里士多德还是不满意，如果打雷只是云的变化，云来自水分子，下雨后又变成水，整个水循环就一直变来变去的，那到底背后不变的是什么？这个提问就是形上学的起点。到底经验世界的变化背后，真正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因为形上学这本书写在物理学之后的下一本，所以就被称作 metaphysics， 意思就是在物理学之后。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家要研究世界变化的背后那个不变的东西，因为它们才是最根本的存在。也就是说，存在是有等级次序的，有些东西不是独立的存在，像是颜色、数字、形状。你可以说白色存在，但白色只能作为某个东西的颜色存在，你不会看到单独存在飘在空中的白色，它们就不是形上学要研究的对象。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的一大区别就在这。柏拉图说，经验世界中的万物都是不真实的，在理型界中才存在完美的原型、白色、正义，而且只有灵魂能够认识那些理型。现在亚里士多德说不对，只存在一个世界，就是自然界。柏拉图之所以会误以为有理型世界存在，是因为自然界的万物都有长宽高形状，数学家可以把它们抽象成几何学图形。但是你把西瓜抽象成圆形，这个圆形其实只存在你脑子里。柏拉图的错误就在于误以为脑子里抽象过后的东西是源自于一个超感官的理型世界，事实上它们只是源自自然界的体现。圆形根本不能独立自存，圆形永远都是某个真实事物的形状。同样的，所有好的价值
都不是独立存在于理性的世界，你一定是在某个人身上看到了勇气、正义、良善，你不会看到这些价值独立存在，飘在空中。所以如果你认为有一个绝对的一体适用的正义理念存在，那你就是柏拉图主义者。但如果你认为我们看到的正义都是实现在世界上的例子，每个社会的民情不同，所以正义一定是由政治共同体去订立标准，那你就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还解决了柏拉图无法处理的一个问题。照柏拉图的说法，存在两个世界，自然界是不完美的，理性世界才是完美的。那你要如何解释数学知识竟然可以应用在不完美的自然界？亚里士多德的系统只有一个自然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当今的科学界其实依然有这两派的争论，科学的基础应该是数学还是经验证据？如果你认为真理就在自然界中可以观察得到，那你就是亚里士多德派的，更看重科学实验。但如果你认为真理应该在数学公式里，那你就是柏拉图派的，更看重理论推演。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柏拉图所说的那些理型都永远是依附在某个东西上，所以他们的位阶是比较低等次要的。真正重要的存在必须是独立自存，不依赖其他东西就可以存在。亚里士多德把这些东西称作实体 ousia， 实体就是各种性质不断变化背后那个不变的东西，因为它保持不变，所以可以当做一个事物的本质。早期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的有机体都是实体，这让他的形上学有点像是一个模型的世界。实体就像是模型的基底，许多属性附加在模型上。例如马是独立存在的实体，颜色则是依附在马身上的存在。不管一只马的属性如何变化，背后不变的就是它是一只马。亚里士多德发现这种存在位阶跟人类的语言有一种对应关系，独立存在的实体都是一句话的主词，不能独立存在的性质都是一句话的描述词。所以文法上可以说马是白的，但没有人会说白色是马，这句话本身就不通。换句话说，思想的逻辑同时也是世界的逻辑，因为这个世界是由实体跟性质组成的，所以人类就被限定一定会这样思考，而人类所发明出的语言就自然反映出世界的结构。这点在西方哲学史上影响重大。西方形上学2000年来都认为，搞懂语言的范畴就可以搞懂世界的结构。而20世纪后现代主义要挑战的就是这点。你以为语言可以正确的再现真实，这有可能只是人类自己的幻想。到了亚里士多德晚年，他开始放弃把有机体当作首要实体，因为这里有一个大问题。想想看，你这个人的本质是什么？是你的身体吗？但是你的身体细胞每天都在新陈代谢，所以身体这个质料不能够定义你是谁，而且你死后，你的肉身还会继续存在，你不会说那具尸体就是你的本质吧？所以质料不会是一个人的实体。那有没有可能是形式呢？例如苏格拉底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这个智慧的形式可能就是定义苏格拉底的关键。但是如果用形式来定义人，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说苏格拉底是智慧的化身，哪天要是出现了一个有一样智慧的人，那世界上不就有2个苏格拉底了？或是想象一下，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爱上一个人的某些特点，但是交往几年后，那些特点不见了，请问这个人还是同一个人吗？如果不是的话，你就是劈腿在爱另一个人了。所以亚里士多德发现，个体性的定义无法掌握。当我们要定义人的本质的时候，只能把握人的物种的形式。想想看，所有人总有一天都会死，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人现在都不在世上了，所以他们一定不是这世界最根本的存在。人能够存在，都是因为上一代生下他们，上一代又是因为上上一代，这样无限回推下去，就会发现人类的每一代都无法独立自存，都不是实体。实体的定义是可以独立自存的东西。那到底人的实体是什么呢？在人类繁衍后代的过程中，真正流传下去的东西，其实就是人这个物种的形式。所有被生下来的人都仰赖这个形式，否则就不能称作人。那这个物种形式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它就是人类的灵魂。他说的不是基督教那种灵魂观念，不是死后会上天堂或是下地狱，不是个体的灵魂。亚里士多德认为，整个人类物种只有一个灵魂，
全地球的人其实共享一个灵魂，这个人类灵魂在不同的骨肉之中生长出你我的生命原理。这个原理指挥着人类，让人从婴儿变成大人，发展出完整的人类形式。这听起来好像很玄，如果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理解，这种赋予人类物种形式的灵魂，其实类似今天讲的基因 DNA 密码。DNA 不同的排列组合，赋予生命不同的形式。人类跟黑猩猩的基因有99%相同，1%不同的部分，让人跟黑猩猩的生命原理产生差异。生命发展的 logos 在古希腊文里也可以翻译成言说，而 DNA 其实就是一种言说。这种语言决定了一个物种生长的道理。那这个实体的概念，在往后哲学史上会有更多精彩的论证。所以要理解哲学史，就必须要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概念。这集影片里，我们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潜能理论、形上学、实体学。下集我们再来继续聊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人性观，还有人要如何过上最好的生活。留言加分享这支影片的脸书贴文，就有机会抽亚里士多德哲学导论一本。本集影片由频道会员赞助播出。